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志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免费域名注册教程。老规矩，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。这个 USKG 的域名，官方的服务器已经完全维护好了，然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注册。但是现在这个域名注册的话，是需要付费 KYC 的验证的，所以这里不推荐大家直接去注册这个域名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官方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免费域名注册，就是这个 dpdns.org。这个域名的话也是需要 KYC 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GitHub 去验证，然后就不需要付费了。在开始实操之前，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类资讯分享视频以及技术类的保姆级教程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也顺手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支持一下我。OK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实操。我们先要去注册一下这个账号，到这边来，先去点 Single Up 去注册。这里的注册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实测的话这些信息大家可以随便填，我这里就随便填一下。邮箱的话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它这里的话是有规定一些个邮箱后缀的，只有在这里面的邮箱才可以用。另外这里有个问题，像我的话，它有一个点，对吧？这个点可以直接删掉，没有关系。邮件的话是能正常收到的。这里的号码的话，随便写一下吧。就要注意一下，它有个杠，这个杠是一定要有的。我这里随便写个号码，地址的话大家也随便写一些，大概格式就行了。密码大家自己设置一下。然后我们点击注册，这里必须要有一个空格，那我们就改这个。这里的用户名还是不行，再试一下这个。哎，奇怪，这个注册怎么用户名怎么卡着了？我们重新刷新一下看一下。奇了怪了，必须5个电话号码，点删掉。随便填，大家都。OK， 成功了，这次刚刚应该是卡了，重新注册一下。然后我们去邮箱看一下。这里的话，如果像我这里有点的话没有关系，这里已经收到了。就我大概讲一下，这里的话就是要有个空格，如果像我刚刚一样不行的话，重新输一下就好了。这里如果跟我一样有点的，删掉之后还是能正常收到的邮件。然后这里下面的信息的话，你看我都是乱填的，大家也随便乱填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点击这个去激活一下。OK， 这里就成功激活了，我们返回。这个也可以关掉了。然后它是返回不回去的，然后我们要到这边来重新登录一下。我们要刚刚的邮箱登录一下，然后输入刚刚的密码。
就我们把它关掉。然后这里它会需要你去验证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GitHub， 然后去登录它，让我们确认授权，然后我们这里就成功了。那么这里它也回不去，我们继续往回，重新登录一下，不行，那我们就重新进来。它这里就进来了。它这里有个不好的，就是每次你无论是去邮箱验证，还是去授权，它都不能直接跳转到它的那个控制面板，这就比较麻烦。所以每次弄完之后，我们要去重新登录一下啊。然后下面的话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，如果你看不懂，就翻译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去增加它一个额外的名额，它这里有写，对吧？然后正常的话就是一个，我们这里有一个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USKG，它要去付费，它这里也说到了，因为之前的滥用，所以它现在强制你要去获取一次性密钥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，就没必要去用它这个付费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来操作一下，去增加这一个额外的域名。然后我们先要去访问它这边，这边的话，我文章里也放了地址，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去。然后就是它官方的一个项目，现在的话已经是43.7K 了。我们点击 Start， 然后回到这里，然后单击验证，然后成功了，你已经新增了一个，看到了吧？然后这个返回的话也是没有用的，我们直接关掉它。然后我们刷新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一个，我们再刷新一下。现在已经变成2个了，那你这个账号就可以注册2个。然后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它现在的话，其实这里有一个说明，当50K 的时候，它还会重新发一个100%免费的域名，所以大家无论是有没有需要增加一个域名，都建议去点一下这个 Star 吧，好吧？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去注册这个域名了，我们点击这里注册。然后这里的话要注意，我们要选这个 DPDNS， 因为这个 USKG 的话，虽然你这里看不到，但是后面去生效它的时候，它会需要你去有一个 KYC 的认证才行。我们这里就选择这个，然后我们点击这里注册一个，自己自定义一个，然后勾选，这里要去确认一下 ，OK， 我们这个域名能成功创建。然后这里的话就需要你去加你的 DNS 服务器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大家根据自己的 DNS 服务器，我这里以 Cloudflare 为例子啊，我们先来登录一下。这个的话，之前也都跟大家操作过好多遍了，我这里就快速操作一下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域名复制进去。这里怎么报错？先不管它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OK， 我们这里就出现服务器了，我们直接点击复制到这边来，然后注册，我们这里点继续，然后它就注册成功了，看到了吧？然后我们这里就点击立即检查，等它这边生效就 OK 了。我们可以返回我们的域名看一下。现在出不来，我回这里主页看一下。
现在还没生效，等一般5分钟之内应该都可以生效。OK，这边很快啊，已经生效了，看到了吧？这边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，它的信息已经跳出来了，说明已经成功了。这段你后期的话可以在这边修改新的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当它的有效期不足180天的时候，你才能去续费下一年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无所谓，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顶级域名，其实这个信息都是查不到的。其实之前的域名的话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关心，因为之前很多人也问到这个相关的信息，其实无所谓。如果你在注册的时候本来就是假信息的话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对吧？OK，那我们今天的注册教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